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剑评，我是老 K。本期我们来看一下这把 RK 的 H87。视频的开头，我可以说这把 H87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品质方面。如果说 RK98 是 RK 开始拿起课本学习的第一步，那这把 RK H87 可以看作是一直在班里考20-30名的中下等学生，突然在期末考了个全年级第一。对，就是这种感觉。我收到的是一个蜜桃配色，除此之外还有墨金、地质、云霄以及春晓，另外5种配色，而且为每款键盘的配色都搭载了一个相应的轴体，一共有5种颜色的轴体，它们的压力克数都是相同的，只是在配色方面有区别。我本以为 RK 之前在98上面准备了2款七彩虹轴就已经玩得很花了，没想到这次直接来了5款。我印象中这么能玩的 RK 应该还是第一个。键盘本身的外观也是非常有特点跟普通的87键盘比起来，多了一个额头，这个是可以放 iPad 的一个凹槽，最高是可以支持到13寸的一个平板。右边的话是一个塑料的旋钮，还有3个实体开关，分别是电源、蓝牙以及 2.4G 的切换。右上角这个旋钮可能是考虑到为了与键帽保持在一个平面，所以说做的薄了一些，在使用起来的时候跟正常的旋钮还是会有一点手感上的差距就是那种没有地方捏的感觉，刻度还是比较清晰的。左右旋转是调整音量，按压的话就是一键静音，长按5秒钟可以切换到灯效模式，在这个情况下左右旋转就是调整亮度，按压旋钮就是切换灯效，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一个旋钮就可以轻松兼顾音量还有调整灯光2种功能。来简单的给大家听一下旋钮和按键的声音。键盘的顶部是2个 A 口和1个 C 口，在有线的模式下是可以作为键盘的拓展接口来使用的，插一个鼠标的接收器或者当个延长线，甚至为一些设备供电都是没有问题。底部的话是2段的脚撑以及 2.4G 的收纳槽，使用的是一套 PPT 的双色键帽，摩擦感不会非常的强表面的观感是偏亮面的，所以说手感会比较滑，水口的处理还是蛮干净的。正面是看不到凸起的毛刺的，有一点问题就是键帽的白和键盘的白是会有一些色温上的差别的，键帽的白色偏冷，键盘的话是偏暖色，观感上会有一点小问题。轴体的话采用的是 RK 自主生产的线性轴，5款轴体只有配色方面的区别，都是50克的触发压力，2毫米的触发行程。仔细感觉的话会有一点沙色，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结合自带的 EVA 夹心棉，敲起来还是蛮生脆的。大键位是这把键盘给我最大的惊喜，表现非常优秀，没有任何空键程以及杂音，和平衡感的键盘也能打得有来有回，绝对是量产键盘中的第一梯队。我这里就拿铝厂的 L80，这个是一个平衡感的大键，和这个 H87 做一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灯效方面同样是支持了 RGB， 可以通过滚轮来调整灯效和亮度。如果嫌滚轮切换麻烦的话，也可以通过组合键来直接进行调整，有2套调整方案。音乐律动也是通过驱动来实现，这里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各家的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设计就是 FN 加回车就可以直接显示键盘的电量，从1到0可以代表10格电量，每一格就是10%。这个功能可以说是十分的简洁明了了。像以前的一些无线键盘，如果想查看电量的话，要不就是要打开驱动，要不的话就是在没电的时候才会有亮灯的提醒。
相比起来，这一个方式真的是十分的高效率了。内置了一个3750毫安的电池，开灯的使用时间是最长可以去到180个小时，不开灯的话是260个小时左右。蓝牙方面最高是支持连接3组设备，结合键盘本身的外形，它的使用场景也更多的是平板这种移动办公设备，所以说我更注重的是它的这个蓝牙连接的延迟情况，在2台设备之间的切换大概是要2秒左右，拿来码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是平板嘛，办公的场景也会多一些。2.4G 的话，我拿来打了2局派派，还是蛮稳定的。这里就不给大家做演示了。整体看下来，这把键盘的使用场景更多是面向于移动办公的设备，但我更希望 RK 能以 H87 作为一个标杆，去延伸出不带额头或者带额头，去掉这个凹槽的版本，做一些其他的设计，把价格维持在300块钱左右，那我真的是直接吹爆了。这把键盘在300元这个价位，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了。稳到变态的卫星轴，还有3000多毫安的电池，保证了一个非常长的续航时间。键盘的模具也延续了98的优秀水平。我只能说，如果有平板码字需求的朋友，那直接冲就行了。或者你不用平板，你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外观，不介意这个大额头的话，也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以后这把键盘，我想作为一个3000粉福利，在动态送给大家，也请大家多点赞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